大家好，好久没见了哈。这个下肢的 DVT 和 PE 哈，肺动脉栓塞，我们说这个内容啊，其實應該在6月底和大家見面的。那麼中間有些事情耽擱了，所以今天才補上啊，來跟大家一起分享這個內容啊，也是抱歉。那麼為什麼把這個做一個專題呢？因為第一啊，發病率高啊 ，DVT 的發生率其實遠遠高於大家心裡所想的這個比例啊。那麼在其實很多術後的病人，它的發生率已經能達到30%以上啊，只不過是你如果不做下肢超聲，你不知道而已啊。那麼你如果做，你會發現，在很多手術的術後啊 ，DVT 很早，而且很多見。那麼 DVT 呢，如果嚴重的話，它就像咱們現在右邊圖片這樣啊，它會第一引起腿腫，是吧？當然紅腫熱痛可能都有。第二呢，這個血栓萬一脫落下來，它會順着下腔靜脈啊往上走，進入到什麼這個右心啊，進入到右心以後呢，又經過肺動脈啊，可能就堵在某一個肺動脈的分支上啊，那麼這就造成了一個叫做 PE 啊，肺動脈栓塞。肺動脈栓塞如果是面積很大，那麼病人是有可能有生命危險的啊。所以今天為什麼我們來討論這個專題呢？第一啊，這個是一個非常常見而且非常重要的內容。發病率也非常的高。第二呢，考試也是經常考，而且呢有一些概念可能包括它的一些預防措施，我們什麼時候抗凝，什麼時候不用抗凝，什麼時候不用下地啊，什麼時候是必須在床上臥床，什麼時候可以下地走，是吧？包括按摩呀，什麼這種下肢的空氣泵啊，用於哪一種情況啊？那麼這些呢，我們今天一起來討論一下。這個首先說這個 DVT 哈，它的發生率非常多。大家看這個每年哈，美國是超過90萬人受到 DVT PE 的影響。那麼他說大概1/4的 PE 患者首發表現可能就是突然死亡啊。那麼當然這個它是一個大面積的統計數據啊。如果要是說有經驗的醫院醫生的話呢，就算發生了 PE， 其實也未必能有這麼大的這個死亡率。但是如果患者不是在醫院，是吧？他有可能在別的地兒，在家裡，在一些什麼其他的養老機構，那麼他可能這種對於病情的判斷和處理呢，可能就會沒有那麼及時啊。那麼它護理的意義呢，在於什麼？早期活動啊，藥物預防、機械預防、早期識別啊，那麼這些其實都有非常重大的意義，直接影響患者的生命安全啊。那麼首先我們說它有一些警示信號啊，如果患者有高危因素，比如說做過手術的、長期臥床的啊，那麼包括孕婦啊，包括一些這個由於各種疾病導致的高凝狀態的患者，比如說感染啊什麼這些啊，有高危因素存在，同時患者突然出現了這種氣短、胸痛啊、卡血、暈厥，是吧？血氧下降啊、心動過速啊、低血壓這些，那麼首先就要考慮什麼？一旦是突然發生的，就要考慮到PE 的這種可能性。那麼我們臨床上就會採取一系列的措施，是吧？先看血氧怎麼樣啊，是不是持續下降，是吧？包括抽血看底袋膜，包括馬上給予這種面罩吸氧啊，實在不行可以上呼吸機啊，鎮靜，是吧？那麼抬高床頭啊，緩解患者焦慮啊，包括馬上滴上這種肝素啊，那麼一系列的措施就要採取。我們先看一下這個大概的情況啊，其實大家這個應該都很熟悉了。那麼什麼叫 DVT 啊？首先它是下肢的深靜脈栓塞啊，在下肢比較深的靜脈，而不是表淺的靜脈啊，它裡邊形成血栓了。血栓形成以後，它的靜脈回流受影響，所以這患側的下肢就會水腫啊。那麼但是這個其實倒還不是特別可怕啊。當然它這個水腫，我們說不只是腫啊，它還伴隨着其他的，比如說發紅啊，發熱啊，同時伴有疼痛啊，和炎症的紅腫熱痛其實很相似啊。那麼它兩側一對比非常明顯啊。如果一個腿粗一個腿細，這幾乎不用想別的啊，首先就要考慮 DVT。那麼其實就算是這樣也還好，怕什麼呢？最怕的就是這個栓子啊，從靜脈裡邊它掉下來了啊，順着血流向往上走，經過下腔靜脈，然後進入到右心房、右心室。然後經過肺動脈堵在其中一個地方堵在了肺動脈某一個地方，比如說像這樣堵在這兒了，那麼這一下
這就導致一個什麼情況啊？就是你的肺气體交換直接受影響啊，因為血过不去了啊。你再有呼吸，再使劲的吸氧啊，再100%的给氧啊，但是它这個血流過不來，你相當於只有乘客，列車不來啊，那乘客還是會堆在那兒，他沒有辦法被運到身體各處，這就會導致病人急劇的這種血氧下降啊。那麼我們其實對於這個病呢，要分清3種情況啊。第一個情況叫做預防啊，這是最早的一個階段。第二個情況呢，叫做肌間靜脈血栓。第3個我們說股靜脈血栓，當然還可能上升到髂靜脈啊。這總體來講就是比較大的靜脈的血栓。這3種情況。那麼第一種情況，什麼叫做預防的狀態呢？就是說這個病人雖然不管他有沒有高危因素啊，那麼首先沒有 DVT 的證據啊，你任何證据沒有，不存在症狀和体征，也不存在超声說发现有血栓了，什麼都沒有啊，只是有高危因素啊，或者就是这種純屬為了預防啊。那麼這就是預防的這個階段。那麼我們怎麼樣？就是重點的就是觀察，是吧？包括鼓勵病人活動，包括用那種下肢的氣泵啊，讓他這種肌肉的这種加壓，然後減壓這種啊，大家可能見過啊，腿上綁着就像那個側血壓的袖帶一樣綁上那麼一個，然後它會充氣，然後放氣啊，這樣它的壓力會變，促進你下肢的靜脈循環啊，這血液循環。那麼包括有的時候可能需要用藥物預防，是吧？這是第一種情況。那麼第二個肌間靜脈血栓就已經形成血栓了，但是這個血栓呢，一般在哪兒？在腓腸肌、比目魚肌這種肌靜脈啊，這種肌間的靜脈血栓呢，它是風險比較小啊。總體來講，如果只是存在這種肌間的靜脈血栓，我們不用什麼特別提心吊膽，是吧？說這個病人不許下地了，是吧？不許活動了，一動可能就出肺动脈栓塞。那麼這個階段其實沒有那麼嚴重啊，所以呢，我們後邊再詳細再講啊。總體來講，肌間靜脈血栓呢，危害沒有那麼大啊。我們很多的時候其實只要觀察就行啊，病人是可以下地活動的，不是說必須絕對臥床，是吧？說什麼一起來就肺动脈栓塞呢？沒有啊。那麼第3個啊，股靜脈或者髂靜脈這種大靜脈的栓塞，這個就屬於風險比較高啊，這個是真的不能說讓他隨便下地了啊，這個最好就是臥床抬高換肢，是吧？那麼包括用藥，那麼這種用藥我們說主要是抗凝治療，是吧？你包括我们其實比較常用的，對於 DVT 啊沒有形成 PE 的時候，我們很多的時候可以先用肝素或者低分子肝素啊，低分子亮肝素就是皮下注射。那麼然後呢，可以替換成华法林口服，是吧？当然還有利法沙班這些更高級，是吧？更可控的藥物。那麼我們後邊呢會詳細的再講啊。第一個啊，分別說，第一個是沒有 DVT 的證據，我們就是說現在純屬預防啊。我們需要怎麼預防啊？第一個評估，是吧？它的風險到底多高？然後我們要注意啊，第二點是吧？鼓勵早期下床。什麼踝泵運動，大家就是說，你看這個圖上，他這個患者這個雙下肢是不是纏的這種氣泵的那個氣囊，是吧？然後它連着那管子，底下就連這個氣泵啊，它會加壓。那麼加壓以後，它這個壓力大，是吧？就擠壓這個血管，然後呢，它釋放氣體以後呢，它壓力就會下降啊，所以它腿上的這種循環呢，血液循環就會被動的啊受到一個刺激啊，防止它血栓形成。那麼當然，如果病人沒有這個，你可以讓他經常的把這個腳踝啊往上翹，對吧？我們說這就是術後，如果病人臥床的話，就可以做這種運動啊，其實也是肌肉的拉伸啊。那麼避免脫水，是吧？你想這個人要脫水了，他肯定容易形成血栓，是吧？那麼避免長時間的制動，什麼意思啊？病人老躺在床上老不動，那是不行的啊。那麼如果這個病人是比如說真的是不能走啊，或者是存在一些其他的高風險因素啊，那麼刚才提到過什麼感染啊，是吧？包括什麼懷孕呢，這些都是高風險因素啊，我們就可以怎麼樣使用這種 APC、ICD 啊，下肢氣泵，就是像這個病人這樣啊。如果是風險高啊，但是呢並沒有太多的出血風險，他說藥物預防就是剛才咱們提到的啊那幾個藥啊就可以。那麼為什麼說不太主張直接用肝素來預防，因為肝素這個藥有點太強啊，甚至包括說华法林，我們都不太說
它很安全啊，因為你要用不管肝素還是華法林，我們說都需要監測啊，比如說監測 APTT 啊，或者什麼 PTIN2 這些，它影響很多凝血因子。那麼現在呢，如果要用低分子量肝素啊 ，LMWH 啊，低分子量肝素，或者像一些更新型的口服药啊，利伐沙班，英文名是 Eliquis 啊，那麼這些呢，它只針对凝血因子10啊，所以非常可控。你停药以後，它没有什麼太多的这種出血傾向啊，而且也不需要監測，所以它是有很大的優勢。那麼彈力襪這個呢，還是說一下啊，彈力襪，這個是比較容易讓大家搞混的一個項目啊。那麼到底需不需要穿？因為這個事兒呢，到現在為止啊，並沒有一個統一的大家形成的共識，說穿彈力襪或者是不穿彈力襪啊，純屬預防的這個階段可以穿，也不是說必須穿啊。所以呢，這個沒有達成共識啊。那麼某些人群他可能沒什麼問題，他又願意穿，或者某一個醫療機構啊，他認為彈力襪有幫助，那麼可能就穿了。但是呢，並不是說必須啊。那麼當有一些疑似DVT 的時候，我们要注意有哪些不能做啊？我想這個其實是更加重要啊。第一個，我們不要按摩啊。這種按摩呢，應該說是有點和咱們常識吧，就是說大家想這個問題也會有點矛盾，是吧？你如果是純屬預防狀態，能不能按摩？其實未必絕對禁止，是吧？但是呢，從咱們至少護理角度看，按摩在很多的时候都是被禁止的啊。所以如果大家要參加這種考試的話，如果有 massage 啊這種按摩的詞彙，可能很大程度上你是不要選啊。那麼但是如果出現疑似症狀呢，就是說裡邊可能有血栓了，這個按摩呢，當然咱們就不會選了啊。你又捏又揉啊，是不是？那很可能導致這血栓就掉下來，是吧？它會移位，那麼增加它出現這種肺栓塞的風險啊。那麼我們也不太主張再用這種氣泵了，是吧？你這種加壓呀、釋放，是吧？它也有可能導致裡邊存在的栓子脫落。那麼你包括一些什麼熱敷啊、什麼被動運動，這一樣啊，都是一個道理。也就是說，裡邊一旦有血栓或者高度疑似有血栓，這些所謂的加壓呀，是吧？按摩呀，那麼包括熱敷、什麼被動運動，這些就盡量不要做了啊。那麼肌間靜脈血栓它特殊在哪兒啊？大家看這個畫的這個示意圖哈，這個藍的這些其實就是肌間的靜脈。那麼它呢，本身第一，它直徑比較小啊，它不會形成特別大的血栓啊。第二呢，它這個位置也相對來講哈，就是說不在距離說下腔靜脈很近的地兒，一般都會比較低啊。所以說這個地兒，第一它又遠，第二呢它又小，所以不會出現什麼太大的事兒啊。所以我們說，對於大多數情況來講，我們並不太說禁止病人下床活動啊。肌間靜脈血栓目前並沒有說必須禁止下床活動的啊，是可以的。但是我們需要觀察啊，觀察什麼呢？就是說你需要可能定期複查超聲，看它這個血栓有沒有變化啊。那麼如果說這個血栓越來越大了，向遠處蔓延啊，向上方蔓延了，蔓延的这個大的靜脈裡去了，那這個就要注意了啊。那麼這個時候你恐怕就不要再建議他下地了啊。那麼對於抗凝啊，我們說呢，這個如果有很明顯的症狀，是吧？肌間靜脈血栓，你包括 D-dimer 高，那就意味着什麼？這個血栓啊形成的會是比較明顯了啊，或者是包括什麼接近近端的靜脈，剛才咱們說向遠處蔓延了啊，就是往這個股靜脈啊什麼這個大靜脈這兒開始蔓延了，不是只局限在這個肌肉之間的小靜脈了，那麼這個還是主張要抗凝治療啊，就是剛才咱們說低分子量肝素這些。那麼包括序觀超聲啊，你要做超聲的持續的觀察啊。那麼如果有變化、有加重，那麼就要加上抗凝啊。那麼它的活動呢，不是絕對臥床啊，這個根據醫生的要求啊，需要臥床就臥床啊，可以下地呢，有的時候醫生還是說可以下地啊，那麼咱們就下地活動。這個是不是需要抬高患肢啊？如果患肢有腫脹，抬高還是有幫助的。但是彈力襪是不是必須要穿啊？這個上面說了不是啊，不作為急性期你必須要穿上彈力襪，不是的。因為這個其實你想一想，如果急性期它有點腫了，有點症狀了，你再穿一個彈力襪勒着它，未必病人會感覺到舒適啊。
而且这個東西彈力襪它只是一個外在的壓力，它並不能預防說這個血栓有什麼脫落啊，是不是？還是說就給它能固定在那兒，這個都很難說的啊，所以我們不太主張這個彈力襪。那麼像什麼按摩那個剛才提到了就不要做了啊。這個大的靜脈，比如說股靜脈、髂靜脈啊，你包括膕靜脈啊，這都是相对於剛才咱們說肌間靜脈血栓大了不少啊，直徑明顯的就要粗了。它裡邊一旦要是形成大的血栓，有可能很長啊，比如说10幾個厘米啊，甚至20個厘米的大血栓都有可能啊。那麼這種血栓一旦要是形成，我們必須引起高度重視啊。那麼這種血栓，我們通常還是說要開始抗凝了啊。那麼有些病人呢，他因為有一些特殊原因啊，比如說最近剛做過手術，或者是有些其他的身體的情況，沒法使用這種抗凝啊，那麼或者說溶栓啊這些治療，那麼我們可能就會對於高風險的病人哈，那麼就是說可能要放個氯气啊，這個咱們就是說這些呢，其實我想可能主要是醫生來決定啊。那麼大家就了解一下它相關這些治療方法就行啊。如果不是那麼高危啊，就算是個 DVT 比較大比較長，其實超声它是能看得出來這個血栓它的活动度啊，是不是很容易脫落啊？如果它超声能看到一个血栓在那兒忽悠忽悠这種漂浮的狀態，這個就屬於高危啊。那麼如果需要比如說放置氯氣呢，可能就要積極的放了啊。但是如果這個血栓雖然大又長，但是呢很穩定啊，很穩定的血栓，那有可能還是持續抗凝就可以啊。當然病人就別下地了，是吧？那麼這些呢主要是來聽醫生的決定啊。那麼大家了解一下有這些不同的方法就可以。這個呢基本上剛才咱們提到過啊，我們就不再重複了啊。股靜脈這些根據常規啊就處理就可以了。那麼靜脈氯氣啊，靜脈氯氣第一我們要知道不是常規放的啊，並不是說所有的 DVT 或者 PE 就那個什麼都必須要放一個氯氣，不是啊。那麼什麼時候放？一般來講還是說這種比較急的、比較大的、高危要脫落的，這個時候放啊，這個時候是比較好的。那麼或者是有的時候是病人呢想用一些比如說溶栓啊、抗凝的治療，但是它有一些禁忌啊，它可能存在某些疾病，你不能用這些药，那你就沒辦法，那只能放一個氯氣吧，擋在那兒啊。氯氣大家好理解，你血栓脫落下來，它要往上走，氯氣相當於一個濾網攔在上邊啊。你血栓就算掉下來了，它上面有個網子兜着你啊，你也上不去心臟啊。所以呢，這個就是簡單講一下氯氣啊，大家知道有這麼個方法就可以。當然時間久了以後，這個血栓都基本都沒了，是不是？這個氯氣到時候還要取出來啊，並不是說一直放着。那麼我們呢就簡單的畫了一個表格哈，來看看這些東西，我們一起來總結一下。第一個啊，當然我們說就是根據什麼？第一個是沒有 DVT 的啊，預防。然後第二欄呢是肌間靜脈血栓，第三欄呢是股靜脈或者髂靜脈這種大的啊 DVT。我們先說下肢氣泵啊，下肢氣泵呢，如果預防沒問題啊，一點問題沒有。如果有肌間靜脈血栓，那麼就盡量少用啊，因為它有可能把它擠掉了，是吧？這股靜脈 DVT 呢更甭說了，肯定不用，對吧？按摩幾乎所有都不用啊，幾乎是所有都不用。抬高換肢呢，根據情況啊，如果它舒服啊，或者說已經腫了，那咱抬高一點問題沒有啊，這個基本沒有什麼禁忌啊。下床活動呢，預防沒問題啊，而且我們要鼓勵，是吧？肌間靜脈血栓如果允許啊，沒有什麼高危的肌間靜脈血栓的話也允許。但是股靜脈、大靜脈、髂靜脈這種啊很大的靜脈，咱們就在下床活動這一點上，我覺得還是要慎重啊，不要輕易的讓患者下床。那麼彈力襪呢也是哈，首先我們要知道這個東西它沒有形成定論，所以呢預防可不可以用？可以用啊，但是也不是說必須啊。你像什麼肌間靜脈血栓 DVT 的，這個時候你穿不穿彈力襪的已經關係不太大了啊。那麼抗凝治療呢，如果是純屬為了預防，這個
是医生來判斷是吧？說這個病人就是高危啊，那你預防就要吃一些药物，这可以啊。那么当然你說這個肌間靜脈血栓是不是一定要抗凝？這個其實也是根據情況啊，低風險的不需要啊。那麼風險比較高，有比如說近期有蔓延的，那麼這個需要抗凝啊。那麼如果是大靜脈 DVT， 這基本上這沒問題，基本是要抗凝的，是吧？而且基本3個月。那麼如果對抗凝藥有反应啊，耐受不了，那麼可能就要放氯气了啊。下邊我們看这個氯气啊，氯气預防你當然誰不需要是吧？你預防你氯什麼呀？本身就是個有創的檢查，咱們能不做就不做啊。這個放這個氯氣是個有創操作啊。那麼肌間靜脈血栓理論上啊，絕大多數情況也不需要放氯氣啊，因為它本身風險就沒那麼高。那麼即便是大的，你像股靜脈啊這種大的 DVT 也不是常規放氯气啊，其實就是大多數的情況下抗凝治療都能治過来啊，不是说所有一说有血栓了咱就要放氯气，除非是第一对抗凝那個治療它耐受不了的啊，要麼就是什麼超聲明顯的看到這個血栓不穩定啊，是很容易脫落的，那可能需要放氯氣了啊。那麼最後呢，超聲複查這個基本上都可以做是吧？你複查超聲又無創是吧？可以隨時掌握這個血栓的變化啊，這個是基本沒問題，都可以做。我們碰到哪些情況馬上要報告的？第一個，突然發現啊，這個患者气短啊，血氧下降、胸痛、卡血啊，心动过速、低血壓、暈厥、意識改變，直接昏迷了是吧？這些都是缺氧急速的一個缺氧的表現啊，病人甚至有可能出現紫疳。嚴重的可能真的幾分鐘這個病人有可能就不行了啊。當然呢，就是說咱們一開始提到啊，在有經驗的這種醫院的環境下，其實說 PE 啊，就算發生了，它的死亡率也沒有那麼高啊。當然你說在家裡是吧，在大街上突發，那這個就當然是情況不一樣了。我們做幾個練習題哈，第一個。患者術後臥床沒有 DVT， 它純屬是個預防，應該怎麼辦？這第一個氣泵沒問題是吧？那按摩小腿這咱說過了，盡量不要按摩啊。第三個什麼發現單側腫痛還繼續氣泵，這肯定不對了，對吧？然後第二題啊，說超聲提示這個什麼肌間靜脈血栓低風險，症狀輕，那麼怎麼着？放氯氣當然不用啊，虛灌超聲這是沒問題的。那麼應該按摩這也不對啊，肯定不按摩，所以選 B 啊。第三個。股靜脈 DVT 已經開始抗凝了，又穩定了，那麼應該怎麼樣護理哈？第一個說繼續這個氣泵，這肯定不行啊。第二個說抬高患肢，避免按摩，醫囑逐步活動，這沒問題啊，這是沒問題的。第三個說有血栓，所以長期絕對臥床，這不對的啊。長期絕對臥床本身就是造成血栓形成的一個因素，對吧？所以選 B 啊。最後一個說 DVT 這個。患者突然气短啊，血氧下降、胸痛，應該首先幹什麼？彈力襪這沒用啊。然後評估 ABC 給氧，立即報告啟動快速反應，這沒問題啊。然後繼續觀察肯定不對，這還觀察什麼呀？馬上就要啟動這個快速反應啊，該給氧給氧，然後該抗凝抗凝啊，這是很緊急的情況，可不能等。所以我們說呢，沒有 DVT 的預防哈，就是可以活動啊，可以氣泵啊，該吃藥吃藥，然後隨診啊，我們說叫做超聲複查啊，肌間靜脈血栓看風險啊，低風險就幾乎沒影響啊，高風險開始抗凝啊，那麼按摩氣泵就算了啊，大靜脈啊，主要是抗凝啊，必要的時候給氯氣啊，放氯氣，那麼一旦要觀察到有 PE 的表現，那麼就要馬上啟動應急處理啊，可以抬高患肢啊，那麼。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啊，也希望呢大家有任何的評論呢，有問題啊，都可以在這個屏幕的評論區給我留言那麼下次啊也有其他的題目呢，我也會積極的和大家分享啊。那麼今天就到這兒，謝謝各位。